我叫苏运舟，几个月前因坠海觉醒了海洋透视异能，有了这双眼睛，整个大海都变成了我的渔场。后来我受邀参与国家公海科考任务，担任向导，在公海深处看到了从未见过的红色光圈。全体注意，准备起网。周教授，我只能确定网里有东西，但是好是坏，我看不出来。既然捞上了，就没有放回去的道理。起网，收到。这是炸弹，尾翼4片，弹体圆柱形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2战时期遗留的航空深水炸弹，非常具有研究价值。缓慢下放，放到甲板上，所有人后退。停下！引信松了，不能碰甲板。胡闹！我干了20年海事排爆，还用你教？来不及了，炸弹要爆炸了，快甩出去！吊臂卡死了，放不出去。周周，你要干什么？把船甩出去，用离心力把炸弹扔远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船体倾斜超过25度就会翻，你在拿整船人的命赌啊！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所有人抓紧固定物，抓死了！再偏就要翻了3、2、1，脱离！抓住栏杆，小心！乖乖，下海鲜雨了。周周，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炸弹甩出去了。你疯了！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？就是，吓死我了！苏运舟，你知道刚才船体倾斜多少度吗？30度，再偏一点就翻了。赵队，请你冷静点，不甩出去。现在我们已经被炸成碎片了。可他不听指挥，没有纪律，万一再出现这种事，没有苏上岛，你们能解决吗？现在是苏运舟救了我们整船31条人命，没有他，我们早就沉海里喂鱼了。苏向导，这次公海科考任务重，接下来的日子麻烦你了。既然答应您来了，我就会把事儿干好。而且您也答应我了，考察之余也配合我寻找鱼群，进行远洋捕捞。周教授，那我先带他下去清理伤口。姐，你等等我。好了，别愣着了，把船收拾好，开始干活了。姐，霍哥，这探索海洋可真不容易。弟弟长大了，可不能一直跟在姐姐屁股后面。去，趁这个机会跟在周教授身边好好学习，免得上了大学什么都不会。姐，你太偏心了，凭什么他能进我不能进？我抗议！再废话，我把你丢海里喂鱼。我自己来就好。别动。你这样，我以后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出海？哎，霍总，你可不要妄想把我圈在家里当花瓶。我苏运舟可是要成为征服大海的女人。就你道理多。全体注意，全体注意！我船前方发现大型虎鲸群。周教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围了过来，我们发出声波信号驱赶，可他们像听不见似的，赶都赶不走。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走了。你又知道了？下面有头被渔网缠住的虎头鲸，已经快不行了。这水深几十米，你怎么看见的？来不及了，我要下去救它。
什么？下去？不行！这10几条虎头精围着，惹恼了他们，能把我们船顶翻。你有把握？老赵，让他去。你也疯了！别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这些虎鲸怎么开始躁动起来了？超过安全停留时间了，这丫头太乱来了！快，所有安全员跟我下去！是虎鲸群冲我们来了，拿鱼枪，快！这虎鲸竟然驮着人上来了！快，抓住我！没受伤吧？没事儿，我救了那头虎鲸，他们是为了感谢我，把我驮上来了。这是蓝鳍金枪鱼，这个头至少200斤以上。他们这是在送礼？苏运舟，我赵建军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，你这本事，我认了。之前是我说话难听，对不住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指哪儿，我老赵就打哪儿。放我！苏小姐，你这双眼睛比仪器都好使。这趟采样效率比预期高了30%，再有3天就可以结束返程了。是大家配合的好。今晚我请大家吃大餐，准备下网，左舷方向水深大概20米。好嘞。起网。好嘞。香，太香了。苏向导真神了，这么多海鲜，全是他捞上来的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吃这么大的帝王蟹，这要是在酒店买，得多少钱啊？顶级帝王蟹，市价500一斤，这一只少说也要1万。我去，奢侈，太奢侈了！愣着干什么？吃呀！今天多亏苏向导，咱们也算见世面了。来，咱们先敬苏小姐。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，大家都有份儿。那我们一起举杯，敬苏运舟，敬远洋1号，也敬这片海。周教授赵队，气象图出问题了。什么？5小时前生成的云团结构已经在快速整合了，风力等级还在涨。这个路径是冲着咱们来的，能绕吗？绕不了，前进方向和咱们的航线正好对上了。全体注意，是气旋风暴！
周教授，赵队，这风暴到底多大？气旋中心风力至少12级，半径在持续扩大。12级？那咱们岂不是找不到安全区域的话，咱们这船撑不了多久啊！都稳住，马上搜索附近岛屿和暗礁区，找安全区域暂避。不行，风暴范围太大，以咱们的航速，往哪个方向都来不及。太远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已经超出透视的范围了。虎鲸，他们好像在引导我们去东南方向。东南方，我知道了。东南方向的海接近赤道，海水温度高，风暴过不去。朝东南方向前进，那边有暖水团。还不赶紧！是。风暴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哎，老了，真是年轻人的天下喽！姐，这群虎鲸真的在给我们引路，这太神奇了吧！神奇的事儿以后还多着呢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在想，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本事？炸弹爆炸，你提前预知；风暴里，你又能发现虎鲸在给我们引路。在海上，好像什么都难不倒你。我好像真的捡到宝了。苏向导，你又立一大功啊！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，我决定，最后3天，整个远洋1号协助你捕捞渔获，你捞多少，我们给你带回多少。真的？不假。下拖网，向右打，起网。这里，这个边起，这边也起。看这条，可以了，有了这些新货，2个月内就不用再出海了。姐，咱爸妈看到这么多货，肯定又得晕过去了。姐夫，你看我姐。这次科考任务圆满结束，苏小姐辛苦了。苏小姐，听说这次勘测任务在公海遇到了深海炸弹和10级以上风暴，是真的吗？还有虎鲸群的事儿，有人说您单独下水救了被困的虎鲸，这是真的吗？周周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咱家厂子出大事了。什么？爸，您慢点说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出海这2个月，厂子快撑不住了。然后苏宇洲，你们家欠的货什么时候交？就是当初拍胸脯保证供货，现在电话不接，人也不见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厂违约，按合同得赔3倍货款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有话好好说，别急。各位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别扯那些没用的，白纸黑字签的合同，今天要么交货，要么赔钱。对，赔钱。
周周，你们出海以后，咱们自己的船捕捞量一直不行，厂子本来就周转不过来，结果半个月前突然冒出个公司，出价比咱们高3成，把渔民的货全劫走了。收不到鱼，加工线停了一大半，订单一个接一个黄。这些人都是来要违约金的。各位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交代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交代。这丫头长得真巨大。谢之遥，霍真哥哥，好久不见。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怎么一个都不接？你们认识？谢氏集团的大小姐，谢之遥。她爷爷跟我爷爷是战友，两家有些走动，仅此而已。霍真哥哥，难道你忘了咱俩可是定了娃娃亲的？你就是苏运周。周周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把咱们的货源全劫了。大叔，话可不能乱讲。生意场上价高者得，天经地义。你们自己没本事收鱼，怪得了谁？你要有能耐，你也可以出价比我高啊。问题是，你给得起吗？谢小姐是吧？费这么大力气劫我的货源，不只是为了做生意吧？你倒是没我想的那么蠢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苏运周，以后离霍真哥哥远一点，你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谢之遥，你胡闹够了没有？霍真哥哥，我说错了吗？你可是霍氏的当家人，她一个浑身鱼腥味的穷丫头，根本配不上你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你再胡闹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你竟然要为了一个臭打鱼的跟我翻脸！你可以试试。苏运周，你个贱人，到底给霍真哥哥灌了什么迷魂汤？说完了，费这么大劲儿劫我货源，当众给我难堪，就为了告诉我，你比我有钱，比我命好。我只是让你看清楚，你跟我之间的差距。今天我能断你的货，明天就能让你在这行彻底消失。是吗？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各位，我们苏家的订单合同按原价走，1分不涨。之前耽误的交期我苏家认，所有订单今天现场交货。现场交货？真的假的？口说无凭，货呢？把箱子都打开。什么？这么多，我的天，那条金枪鱼得上100斤吧？张老板，300斤东星干，验货。这品相全都是活的。活的，称在那边，自己过。苏老板，之前是我们着急了。下一个，李老板，200斤大黄鱼。还有我老板，我货多先给我，我的货急先给我。苏运周，别高兴得太早，你这船货可撑不了几天。望海州的货源现在都在我手里，我倒想看看你拿什么交下一批订单。谢之遥，我劝你适可而止。霍真哥，你护着他，只会让他更难在这一行立足。你，谢小姐，你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，我苏运周奉陪到底。不过我劝你一句，生意是生意，可千万不要因为男人糊涂了脑子。周周，停，不用解释，他怎么闹是他的事，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。我永远站你这边。这就够了。运周回来了。吴伯，其他人呢？这2个月没活干，大家熬不住，去对片谢家的厂子上班了。运周，不是大家不想留，实在是家里等米下锅啊。我知道了，现在还愿意留在苏记加工厂的，我以后绝对不会亏待大家。
周周，是爸没本事，这厂子怕是……爸，这不怪你，是我自己要去的公海。我以为把厂子开起来，日子就能好起来，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货源的事我可以……不用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。周周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景浩，姐，啥事儿？通知船队的兄弟们，明天一早码头集合，能出海的船一艘不少，全部出海。周周，你刚回来，好歹歇几天。是啊，闺女，身体要紧。爸妈，我没事儿，人可以歇，但生意等不起。既然有人想断我的路，那我就自己闯一条出来。运州，不是叔不信你，但这俩月实在太邪门了，不管去哪儿下网，捞上来的都不够油钱。可不是嘛，跑3天，还顶不上以前出去一趟。再这么拖下去，船都得卖了。是不是咱们这片海不行了？要不换个地方试试？老赵，你这话说的，咱们祖祖辈辈在这片海上讨饭吃，能换到哪儿去？各位叔伯，我知道这俩月大家都不好过，但我保证，今天出海没有一条船会空着回来。运州，你这话当真？是不是要带咱们往公海那边跑一趟？不去公海，就在近海。近海？近海还能有啥？咱们都捞了2月了，底都快翻遍了。公海来回最少1周，等那批货回来，厂子早撑不住了，得先把眼前的窟窿补上。叔伯们，信我一回，只要地方对，近海也有好东西。上船，跟我走。就是这儿，左前方80米，减速，准备下蟹笼。运州，这劲儿能行，看着跟别处也没啥两样啊。别磨蹭了，听运州丫头的，下笼。怎么还没动静？有货，好沉！继续收，别停！这么大的梭子蟹，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。这蟹钳得有小臂粗了吧？运州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跟海龙王拜哈子了？厂子有救了，周周，咱家厂子有救了。周周，这一趟够交一批单了，要不咱们……爸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难得出来一趟，多捞点再回去。运州，咱这几条船的鱼仓可不大，这一趟梭子蟹都快塞满了。塞不满，我换个地方下笼，捞点别的。赵叔，你船往右前方走60米，贴着礁石区下笼，笼里换石斑饵。石斑鱼，那玩意儿可精得很，不好捞啊！您要信我就下。得，信你。掉头换饵。林伯，您船往左走，前面有一片碎石底，水深大概20米，那边龙虾多，下虾笼。好嘞。来！哈哈哈！哇！运州丫头，你一个人就把几条船全填满了。就是，有你这本事，以后都不用收别家的货了，让那姓谢的可劲儿折腾，咱苏家的链子他断不了。好了，我看鱼仓都冒尖了，再捞怕是要把船压沉了，咱们收拾收拾回家。运州，前2天回来的工人还不到一半，今天一听新单进来了，又回来了7、8个，
照这个架势，下周就能满员。辛苦了，吴伯。辛苦啥？歇了2个月，骨头都快生锈了，还是干活舒坦。你看大伙儿哪个不是笑着的？总算赚起来了。苏家那个破厂子怎么样了？苏记加工厂今天又开工了。开工又怎样？望海鱼的货都在我们这里，他撑不了几天。有话就说。听说苏运舟昨天带船队出了趟近海，几条船回来的时候鱼仓全满，1天捞的量快赶上我们1周的收购量了。什么？还有，老董事长也知道了这件事儿，说您再胡闹，就不让您插手公司的事了。我这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告到了爷爷那里，他苏运头一个浑身鱼腥味的野丫头，怎么配的？工厂恢复了。流水线转起来了，工人也回来了大半。我就知道什么都难不倒你。谢之遥那边我也警告他了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不会再给他留情面。周周，下周末是我爷爷的生日，我想带你一起回去，以我女朋友的身份，正式见爷爷一面。好。嚯，姐，你抄家呢？你该不会打算拎2袋干海参去见霍启山吧？那送什么？太便宜的拿不出手，贵的又怕人家觉得我上赶着巴结。我都帮你打听过了，霍启山最爱古玩，字画、瓷器、玉器，越老越喜欢。真的假的？你从哪儿打听的？我同学的表哥在霍家做过事儿，说老爷子书房里摆的全是老物件，随便一件都比咱家房子值钱。走。走哪儿？古玩城。姐，这已经是第7家了，进去扫一眼就走，到底行不行啊？不是仿品就是品相太差，没一个能拿出手的。姐，要不咱改天……那对杯子。哪个？角落里那俩杯子。走，进去看看。老板，这对杯子能拿出来看看吗？那对杯子不卖。不卖？不卖你摆出来干什么？我乐意。怎么了？你……老板，我是真心想要这对杯子，您开个价，合适的话我收了。你经常出海？您怎么知道？您怎么知道？城里姑娘没这么糙的手。老板好眼力，我确实在海上讨生活，不过这跟杯子有什么关系？想要这对杯子可以，但我不卖，只换。换？拿什么换？我告诉你，少打我姐的主意，她可是有。既然你经常出海，应该知道海柳吧？拿海柳来换。你说的是深海黑珊瑚，文物圈叫深海神木的海柳。深海黑珊瑚，那玩意儿长在几百米深的海底，1年才长几毫米，上哪儿给你弄去？你这不就是故意为难人吗？爱换不换。姐，咱们走，什么破杯子咱不要了。可以，我找到海柳，杯子归我。一言为定。你需要什么规格的？直径不低于5厘米，长度不少于20厘米，活的死的都行，但品相得完整。你要是能拿得出来，这对杯子就归你。行，3天后我给您送来。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那老板明摆着就是故意刁难，拿个破杯子当幌子，咱换个地方再找别的礼物不行吗？难得碰上合眼缘的东西，这买卖不亏。可他要的是深海黑珊瑚，那玩意儿专业潜水队都不一定捞得到。别人找不到的东西，你姐可不一定。姐，咱这是往哪儿开？你都开了快2个小时了。海柳一般长在水流及光线暗的深水礁石上，咱们去珊瑚礁区外围碰碰运气。
这找海柳就跟大海捞针一样，按我说就不应该。都答应人家了，少废话。就是这儿了。红色光圈。姐，你干嘛？下面有好东西，我去看看。姐，你小心啊！海柳，真让我找到了。姐，你总算上来了，找到没？这么多，还全是极品品相。姐，你这是把海底的黑珊瑚林搬回来了吧？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装好，回去找老板换杯子。才2天就来了，找不到也正常。海柳那东西本来就……这是极品海柳。这纹路，这油性，100年以上的极品海柳，你竟然真的找到了！岂止找到了，姐，这老板不会是被吓傻了吧？这10几株，全是在同一个地方找到的。我干这行20年，经手的海柳不超过3株。你这一趟把我一辈子见的都掏出来了。顾老板，杯子可以给我了吧？对，杯子。我顾家明说话算话，这对成化斗彩鸡缸杯归你了。还什么鸡缸杯？这不就是2只普通的杯子吗？闭嘴！苏小姐，冒昧问一句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专业潜水员，海洋科考的？就是个打鱼的。打鱼的，好一个打鱼的！苏小姐，你这10几株海柳能不能全卖给我？您开价。打包一共3000万，3000万！成交。苏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这种好东西尽管来找我，不止海柳、珍珠、珊瑚、搓鼻，只要品相好，我全收。好。你们家这么大？别紧张，有我在呢。谢老爷。霍爷爷，霍爷爷，知瑶给您拜寿了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知瑶丫头，你这嘴还是这么甜。霍爷爷，这是知瑶特意托人从苏富比拍回来的青乾隆粉彩百鹿尊，听说您喜欢，我找了整整3个月呢。百鹿尊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乾隆粉彩，这品相怕是要上千万吧？只要霍爷爷喜欢，花多少钱都值得。知瑶有心了，来坐下说话。哟，这不是苏小姐吗？好久不见。谢小姐。苏允州，这种场合，你一个打鱼的站在这儿，不嫌别扭？
你怀里抱的什么？不会是从哪个地摊上淘来的玩意儿吧？苏小姐，我知道你条件有限，可今天好歹是霍爷爷的寿宴，这盒子看着是不是太寒酸了点儿？这女的谁啊？之前怎么没见过？看上去不像咱们这个圈子的。霍爷爷，晚辈苏运周祝您松柏长青，福寿安康。好，你就是运周。小征跟我提过你。我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这对杯子请您收下。这是苏运周，霍爷爷80大寿，你就拿2个破茶杯来糊弄人。要我说，你要是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，不送也比送个破缸子强吧。谢之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也是为苏小姐着想，霍爷爷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，苏小姐要是手头紧，说一声就是了，何必拿这种东西来凑数？之遥，住口！霍老哥，之遥年轻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爷爷，我又没说错。你给我闭嘴！爷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不就是2个破杯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破杯子，这是成化斗彩鸡缸杯，全世界存世不过10几只，成对的更是凤毛麟角，有钱都买不到。鸡缸杯，就是那个拍卖会上拍出天价的鸡缸杯。天哪，我以为这玩意儿只是传说，没想到能亲眼看见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个打鱼的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一定是您看错了。之遥，你爷爷没看错，这对杯子是如假包换的成化斗彩鸡缸杯。再说了，运周是我霍家的客人，你当着我的面对我的客人指手画脚，你们谢家就是这么教你的？霍爷爷，我……丫头，你有心了，这礼物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还嫌不够丢人，跟我回去。霍老哥，今天的事儿，改日我再登门赔罪。各位叔伯长辈，趁今天大家都在，正式介绍一下，苏运周，我女朋友。这么多年，霍总还是头一回公开恋情啊！能入霍总的眼，又拿得出成华斗彩鸡缸杯，家世肯定不一般。就是苏小姐是哪家的千金？怎么以前圈子里没见过？我不是什么千金小姐，我家在望海峪，祖辈都是渔民，我就是个打鱼的。好，有本事有胆量，还实诚，比那些端着架子肚子里全是弯弯绕的人强100倍。丫头，你送了我一对好杯子，今天我也有件东西要给你。打开看看。霍爷爷，这太贵重了。这只镯子是阿征奶奶年轻时戴的，跟了我几10年，她走了之后一直收在匣子里，今天该拿出来见见人了。这镯子跟你很配，戴上了这个镯子，以后你就是我霍家的准孙媳妇了。你今天干的好事，谢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爷爷，我哪儿说错了？他一个打鱼的，本来就配不上霍哲哥哥。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的。霍家那小子从头到尾正眼看过你吗？霍家今天的态度还不够明白吗？你再这么闹下去，到时候连我也护不住你。爷爷，你给我好好想清楚，想不明白不准出这个门。霍哲哥哥是我的，只能是我的。苏运周那个场子给我盯紧了，这一次我要让他彻底身败名裂。这水头，这颜色，霍家出手就是不一般，一看就是传了几代的好东西。看来这姐夫是板上钉钉了。什么姐夫？别瞎叫！镯子都戴上了，
还不是姐夫？玉州，不好了！吴伯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厂子门口来了一帮人，闹起来了，说咱们的海鲜吃死了人。什么？你们苏家的货，我进了200斤梭子蟹，卖出去当天晚上就有客人上吐下泻，我那也是，好几桌客人连夜去了医院，现在还在挂水呢。今天这事儿必须给个说法，要不然我就在网上曝光你们。大伙冷静一下，我苏家的货每一批都经过检验，绝不可能出这种事儿。医院的诊断书和质检报告都出来了，你还嘴硬？各位老板，有什么话跟我说。你就是苏运舟？是我，咱们合作也不是1天2天了，真有问题我一定认，但事情总得先查清楚。还用查？你自己看。违禁残留物，怎么可能？看清楚了吧？今天这事儿不解决，我们就报警，让你这厂子开不下去。各位，要是我苏家的货有问题，该赔的赔，该罚的罚，我1分不少。但这事实在蹊跷，我的货每一道工序都有人盯着，所以请各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把事情查清楚。行，那就给你3天时间。3天之后要是没个说法，咱们就警局见。周周，咱家的货不可能有问题。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。哼，苏运舟啊，苏运舟，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蹦跶！哼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你怎么来了？每批货我都有检疫合格证，抽检送检都有人全程盯着，那残留物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不可能自己砸自己招牌，霍征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让人去查了。霍总，查到了，那批货出车前被人动了手脚，冷链车厢的制冷液里加了东西，监控拍到的2个人都跟谢氏那边有联系。发我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这么着急找我过去，看来霍征哥哥终于想通了。霍征哥哥，你找我？苏记工厂的事是你干的吧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警告过你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我想也不必给你留情面了。给他的货加料，我要让苏记加工厂彻底消失。从今天起，霍氏跟谢氏的所有合作全部终止。你说什么？我们2家几10年的交情，这次只是终止合作，如果还有下一次，谢家就别想再翻身了。苏运舟，又是苏运舟，她一个打鱼的穷丫头，到底哪里好？你凭什么为了她这样对我？凭她是我霍征的女朋友。保安，霍征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放开我，放开！谢家那边以后不会再折腾了。你断了跟谢氏的合作，霍爷爷那边已经处理好了，这事儿因我而起，本来就不该让你一个人扛。霍征，谢谢你。这不就是上次送小周回来那个？俩人这次是真好上了吧？这还用说？你瞅瞅他俩，你们别老盯着人家看。这事儿总算过去。闺女，王总刚来电话了，说上回推单是误会，想接着合作。还有李总也说改天亲自上门赔不是。周周，风头转过来了。爸，事儿过去了，但咱们得长记性。从今天起，厂区装监控，冷链车出门之前双人双检，进出货的流程全部上台账，谁签字谁负责。你放心吧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不过，这一下子接了这么多单子，咱仓库那点库存可撑不了几天。货的事交给我，明天就出海。行，有我闺女在，我心里就踏实。姐，冰柜塞满了，饵料也够了，啥时候出发？急什么？
又不是去赶集。那可不就是赶集吗？赶海里的集。左前方向，往前推200米，散开下网。姐，这回能捞着啥？你等着看不就知道了。好家伙，这一网少说也有几百斤吧。运州丫头，还得是你啊！照这速度，用不了3天就能把缺的货全补上了。那就接着捞，把几条船的舱都装满，早点回家。姐，姐，这蝎子夹我，夹我！姐，给我挂条活饵，我去拖2竿。你闲得慌。来都来了，不甩2竿多亏啊！有动静喊我，别自己瞎搞。知道，放心，你弟什么人？还有你，哎，姐，来了个大的，快快快！怎么这么沉？不好，是剑鱼！什么？剑鱼？那东西上会又尖又硬，全力一撞能戳进钢板。这要是被它盯上，咱这船可扛不住。别硬拉，松线。不好了，船底裂了个大口口，底舱进水了。底舱进水了，裂缝至少半米长，堵都堵不住。老刘，水泵，把水泵抬出来，快！你下去能干什么？我去堵漏。你去就是送死！去帮林叔开水泵，快去！姐，你干嘛？我下去看看。姐，你疯了，那是剑鱼！运州丫头，你别冲动，那东西正在气头上，下去就是玩命。林叔，他不会轻易走的，相信我，船不能有事。刀太短了，用这个。谢了，林叔。这剑鱼怕是要成精了吧？糟了！姐，快救人！姐，你受伤了，伤哪儿了？你说话呀，姐！好什么？没死呢。姐！我姐醒了。楠楠啊，感觉怎么样？还痛不痛？小心，伤口刚缝好，好在没伤到骨头，不然有你疼的。姐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非要钓鱼，你也不会。好了，我没事儿，别哭哭啼啼的，丢人。云州啊，趁这个机会你就好好休息，厂里有爸看着。这次你们出海捞的鱼，够咱厂忙活一阵的了。运州，你醒了！苏老板，你没事吧？林叔，张婶儿，
你们怎么来了？听老林说你受伤了，我们大家担心的不行。看你现在没事儿，我们也放心了。我给你炖了鸡汤，可要趁热喝。还有我，苏老板，我特意给你挑了几个极品大海参补一补。你这段日子为了厂子奔波，辛苦了。要是没有你建厂招工，我早就出门打工了，哪还有现在老婆孩子父母都在身边的好日子？是呀，苏老板，你很厉害，苏老板。姐，别动，我来。你才刚拆了线，哪能做这些危险动作？就不怕伤口崩了？你就不能怕你姐点好？听景浩说，你打算再去趟公海。这2天厂里又接了10几个大单，吴伯把单子发我了。船队天天出海，但近海就这么大，能捞的有限。再这么下去，又得断货，所以必须去公海。那边的渔场没人碰过，一趟够咱吃半年。不行！妈，爸，上菜刚好就往外面跑，你不要命了？小霍，你也不说说他。叔叔阿姨，我理解你们的担心，但周周的脾气你们也知道，他认准的事，谁也拦不住。安全方面我会安排人随船，绝不让上次的事再发生。可妈，我已经没事了，谢之遥是解决了，可这行盯着咱们的人多了去了。今天有谢之遥，明天就能有别人，咱们必须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。闺女，你说的对，爸听你的，这趟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姐，这次我保证老老实实的，绝对不乱甩杆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运州丫头，这么晚把大伙叫来，啥事儿啊？是不是又要出海了？对，出海。这次咱们干票大的，去公海。公海？真去公海？对，我之前跟科考队去过，路线大概摸清楚了。叔伯们，公海的渔场没人碰过，资源不是咱近海能比的。一网下去，顶近海3天。运州丫头，那咱们都能去吗？家里有远航船的，只要船况合格，愿意去的全都可以去。那没船的咋整？没船的上船帮忙，工钱按趟结，渔获按股分。运州姐，算我一个，我也去，跟着运州姐有肉吃。还有我。赵队，苏向导，我也想跟你去。上次跟科考队出海，是我退休前最后一趟差。那几天虽然又是炸弹又是风暴，可我这心里头痛快。我现在虽然退休了，但这把老骨头闲不住，所以还想跟着你闯一闯。赵叔，您想好了，这趟去公海条件可比不上科考队。怕苦我就不来了，只要你点头，船队的安全我老赵兜着。行，明天早上6点，我们大家码头集合。检查一下淡水和补剂，确保数量正确。不是说了不用送吗？我不放心，这个随身带着，安全员和医生都到位了，不管有没有信号，每天报一次平安。知道了，你都快赶上我妈了。等你回来。等我回来。这片海域果然比近海肥得多。左前方向往前推300米，散开下网。这里，这里。好家伙，上次跟科考队出海就已经让我开眼了。合着那会儿你还收了力，运州丫头，你这双眼睛到底是怎么长的？赵叔，运气好而已。你管这叫运气？这分明是海龙王在给你指路。老赵，咋了？没事儿，老毛病又犯了。赵叔，您这腰是怎么回事？年轻的时候执行任务伤了腰椎，落下了病根儿。治多少年了也没治好。那您没试试别的法子？我学过中医，用活的线纹海马晒干了入药，配上几味药材泡酒，对您这种旧伤特别管用。海马，那玩意儿比金子还稀罕，还得是活的，上哪儿找去啊？既然都来公海了，咱们多留意着，万一碰上了呢？姐，你说是不是？景浩说的对，
既然来了，就多留个心眼儿，能找到最好，找不到回去我给您联系个好中医。好，好，你们有这份心，比吃啥药都强。姐，这海马也太难找了，都这么多天，连个影子都没看见。小浩，心意到了就行了，那东西本来就稀罕，可遇不可求。又是红色光圈，看来那边有大货。往左前方靠，减速。是海马，整片海草床全是海马。什么？哪儿？姐，你真找到了？海马，还真是海马，活的，全是活的，个头都在10厘米以上，标准的成年仙鹤海马。好家伙，海马这东西有南方人参的称号，药用价值极高。这么大的个头，品相还这么完整，市面上论克卖，1克好几百。这一网少说几10万打底。几10万！我这条船跑1年都挣不了这么多，刚来公海就有这么多好货，跟着运州丫头这一趟都快赶上之前好几年的收入了。是啊，太厉害了！运州丫头，我老赵还真是跟对人了，这腰上的老毛病看来是有救了。赵叔，回去就给您泡酒。你干嘛呢？发给顾老板，上回海流就是他收的，他说过有好东西第一时间找他。苏老板，这批货我全要了，按市价的2倍，有多少要多少，全部给我留着。姐，顾老板说市价2倍，全要。成交，回去码头交货。这趟出海可比上回顺多了，鱼仓快塞不下不说，我这腰上的老毛病也看见盼头了。丫头，你说我这运气是不是被你带旺了？赵叔，是您自己福气大。等等，有情况。通知所有船，船舶识别系统全部关掉，马上！老赵，怎么了？附近有条船，航迹不对劲儿，先关了识别系统，别让对方发现咱们。对面用的是绝户网。绝户网，这是偷捕船，这种网连鱼苗都不放过，一网下去，海底都给刮干净了。这种船最麻烦，碰上他们准没好事。都听我说，所有人保持安静，不要开灯，不要出声，跟那艘船保持距离，千万别靠近。他们朝东南方向走了。让他走，等他出了这片海域，咱们再动。赵叔，这种船咱们不管吗？先记下来，回头报给上头，让专业的人来处理。咱们是渔船，不是执法船，正面碰上吃亏的是咱们。运州丫头，不好了，那艘船掉头了，正朝咱们靠过来。他们想干什么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家伙应该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偷捕头子，黑沙。喂，这片海域是我们的地盘，识相的，现在掉头滚出去！公海不是你家的，绝户网是明令禁止的非法渔具，你们偷捕还敢这么嚣张？老头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，在这片海上，谁的拳头硬，谁说了算。给你们10分钟，不掉头，后果自负。没想到出趟海还能遇上这种事儿。运州丫头，他们看上去不好惹，要不咱们先撤。赵叔，公共频道开着吗？开着。告诉他们，非法捕烧的船号、特征、作业画面，我们全部记录下来了。
再靠近一步，立刻联系海上执法队。偷捕船听着，你们船号、船型、非法作业证据已全部记录，坐标已上传，再靠近一步，我们立刻联系海上执法队。奶奶的，给我撞死他们！右满舵，快！不好，前面是暗礁区。赵叔，让所有船跟我走，保持队形，不许掉队。所有船注意，跟紧远航者号，保持队形。老大，前面全是暗礁，不能再追了！我告，这帮酸子故意往礁石里钻。别再让老子碰到你们，下回没这么走运。终于走了。丫头，那暗礁区我光看雷达都捏一把汗，你愣是连个磕碰都没有。又怎么了？是漩涡！所有人抓紧！又是红色光圈，下去看看。不行，不能带着大家一起冒险。坐标记下了，先把大家安全带回去，再来找你。赵叔，通知所有船绕开漩涡区，全速撤离。明白。我的天，这金枪鱼一条得有1人高吧？这蟹腿比我胳膊还粗，出趟公海能捞这么多？运州丫头，这些全是这趟捞的？后面还有几箱海马，吴伯您单不收好，顾老板预定了。海马？你们连海马都捞着了？老吴，你是没亲眼见着，这丫头在海上眼睛一扫就知道鱼在哪儿，跟着她出海，鱼仓就有空过。运州，订单排到下个月了，3班岛都忙不过来，谢家那边彻底断了货，他们之前的客户全跑咱们这边来了。来者都是客，不过吴伯您把好关，出货质量不能降。你放心，每一箱我都亲自过。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，我这才走几天。每天都想见你。霍总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肉麻了？上车，带你去吃饭。累不累？累是累，但心里踏实。船队的叔伯们分了红，个个笑得合不拢嘴，厂子也跑起来了，订单排到了下个月。以前总怕自己撑不起来，怕厂子倒了，怕乡亲们失望，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。工厂现在算是彻底稳了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还没想好，先把这批货的后续处理完再说。怎么突然问这个啊？那不如考虑考虑我们的事。什么事儿？我爷爷想去你家正式拜访一下叔叔阿姨，你看方便吗？我还能说不方便吗？那我回去就跟爷爷定日子。
老爷子，您慢点儿。这也太贵重了，咱咋好意思？这些都是应该的。你们培养了这么好的闺女，我这个老头子得好好谢谢你们。这丫头有本事，有胆量，我们家小周能遇上她，是她的福气。好，这条鱼地道，比我们家厨子做的还鲜。老爷子过奖了，都是家常做法。苏老弟，我听运州说你们家世代都是渔民。是，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就在望海州打鱼了。好啊，靠海吃海，凭本事吃饭，这份踏实劲儿就比什么都强。运州这丫头也是实在有担当，你们教得好。老爷子，您这话，我们当父母的心里头暖和。霍爷爷，我姐在海上可厉害了，我听说了，你这姐姐呀了不起。老爷子，您再尝尝这个鲍鱼汤，自家晒的鲍鱼干炖的，还有我这个海马酒，刚泡的。去，别没事就显摆你的破酒。这个好，小征，以后多带我来，别老让我在家惦记。好，爷爷。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一家人。闺女，这段时间你太辛苦了，现在厂子的订单和货源都稳了，你好好在家歇几天。爸，还有事儿没办完。这是上次带船队的时候发现的，当时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我没说。这下面有好东西，必须再出海。那我去联系村里人。爸，这次不带船队。黑沙那伙人上次吃了亏，这事儿恐怕不会这么容易翻天。这片海域离他们活动的范围不远，再带船队过去，目标太大。这次就咱自己轻装上阵，速去速回。听你的。姐，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多远啊？按现在的航速，今天夜里能到。那你说下面到底有什么？会不会又跟上次一样，一整片海马？下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丫头，我跟之前的老战友通了电话。怎么说？黑沙那伙人，执法队盯他们不是1天2天了，活跃在公海边界的走私偷猎惯犯，专门捞珍稀海产，偶尔还夹带违禁品，行踪不定。执法队追了大半年，一直缺关键证据。赵叔，卫星电话随时保持畅通，一旦发现黑沙的船，咱们第一时间联系海警。放心，已经设好紧急频道了，一按就通。这次的红色光圈会是什么呢？爸，就是这儿了。终于到了，这一路开的我骨头都散了。天太黑，先在这儿歇一晚，等天亮了再动手。对，养足精神，明天你指哪儿，我们打哪儿。是那艘偷捕船。爸，关掉所有航行灯，马上。怎么了？黑沙。在哪儿？东北方向，大概2海里，船没动，在作业。找到了。石头，
们捞石头干什么？那是翡翠原石。赵叔，快去打卫星电话。指挥中心吗？我是远洋者号苏运舟，现在位于北纬15度23分，东经117度45分。我要举报一条偷捕船，他们走私翡翠原石，起码20箱。收到，最近的巡逻艇约40分钟抵达，你船保持安全距离，不要暴露。执法队还有多久到？应该快了。前方船只立即停船接受检查，双手抱头，走到甲板。还想跑？老实点，别乱动！你们怎么会找到这儿？真是翡翠原石，姐，你以后可以改名叫苏半仙了。别吵了，执法队的人过来了。苏同志，你这通电话太及时了。这批翡翠原石价值至少8000万，我们追这条线大半年，结果被你一窝端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等案子处理完，我会帮你申请举报奖金。期间有任何问题，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。居然还有奖金！为祖国效劳是每一位公民的职责。8000万，咱们这下立大功了。如今黑沙落网，也算给咱们解决一桩麻烦事。云州丫头，咱们现在该往哪儿走？赵叔，掉头，咱们去这儿。又是红圈，果然有好货。底下有啥？我也不知道，先捞了再说。左舷下网，深度35米，方向偏西10度，快！有大货！那是什么？乌贼！好大的乌贼！后退，都后退，别靠前！怪不得看不清那个红圈，原来是乌贼。姐，你真打算把这东西带回去？不然呢？扔回海里。姐，这玩意儿比你还大几圈，带回去放哪儿？咱们家鱼塘养得下吗？小浩，你姐连炸弹都扔过，养只乌贼怕啥？那能一样吗？怪不得看不清那个红圈。啥意思啊？这东西的色素细胞能模拟周围环境，连我都被他骗过去了。要不是他受伤之后伪装出了破绽，我可能真就把他当一块海底礁石错过了。你是说，他故意藏起来的？不算故意，受伤的动物本能的反应是躲，他的伪装能力太强了，连我的眼睛都差点被他蒙过去。那咱们捞他上来是对是错？你身上那道伤，再在海里泡2天，感染了就真没命了。带你回去给你上药，治好了，你想走，没人拦你。猪猪，快来！来了！闺女，你看那边，那是啥？
小岛，而且附近都是沙地，没什么暗礁。那咱要不上岛转转，弄点新鲜东西，晚上加个菜。好，出发。哎呦！站稳，摔下去没人捞你。这岛潮汐带看着不错，应该有货。这种礁石滩退潮的时候最容易捡到好东西。我以前在南海那边驻守的时候，潮水一退，满滩都是青口。等会儿，姐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佛手螺，姐，这是佛手螺，真是佛手螺。这东西市面上卖好几百一斤，还经常有价无市。佛手螺生长挑地方，水质要好，礁石要够野，潮水要合适，差一点都不长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一趟出海又长了不少见识，感觉自己前半辈子都白活了，累死我了。咱们去岛上走走吧。走。这岛看着不大，走起来还挺费腿。这一带属于无人岛礁，平时应该没什么船靠岸。植被能长这么密，说明淡水也够。怎么回事？我居然在岸上也能看到红圈了。里面不像有宝贝的样子，难道是我眼花了？姐，你看啥呢？没什么。景浩，你小心点儿，别乱跑。知道了。不管它，咱们接着抠佛手螺，把桶装满了再说。景浩这性子，走到哪儿都闲不住。出极侠，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这题我会，这是《桃花源记》啊！我去，姐，你快来看啊！景浩，出事了！景浩，你在哪儿？这儿呢，你们快来！喊这么急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。姐，你看上面，这是金丝燕窝。这东西长得似乎有点熟悉。这是燕窝，而且是金丝燕窝，比普通的珍贵多了。那这得值多少钱？你算是走了狗屎运了，钻个洞都能撞上这个。我跑了这么多年船，听人说过金丝燕窝都长在东南亚那边的海岛上，没想到咱们误打误撞碰上一洞。这东西值钱，不能就这么摘。你们看这窝的边缘粘得紧，整个嵌在岩缝里头，硬掰容易碎，而且这玩意儿怕水，沾了水就废了。爸说的对，得用专门的工具，小铲子、软刷子一样都不能少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不着急，景浩，你把洞口位置记好了，周围有什么标记，能认路的全都记下来。咱们回船上拿工具，明天正式来摘。包在我身上。明天就顺着这个来找，错不了。行了，先回船上，这桶螺也得赶紧处理。
怎么忽然打视频给我？刚忙完，想着你这会儿应该有空。怎么样，海上顺利吗？顺利，今天可太顺利了。我们在一个岛上发现了金丝燕窝，满满一栋。燕窝？苏老板的生意路子还真广。那可不，等我摘回来给你炖一粥，补补你那憔悴的脸。霍总，这批货放心，我会处理好。霍正，你是不是没休息好？脸色看着不太对。没事，项目赶得紧，熬了2天而已。你明天还要上岛摘燕窝，早点休息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，你早点睡。想你了，赶紧回来。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姐，你也太早了吧？早什么早？赚钱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金丝燕窝的巢是用阔叶筑的，看着结实，其实很脆。摘的时候要从窝的根部下刀，贴着岩壁切，不能从中间掰，只要破了一道口子，整个就碎了。碎燕窝不值钱，所以得贴着壁走。对。另外，这个窝不能沾水，手上有汗都不行，沾了水燕窝就会发软变形，品相全毁了。手套戴上，手汗就沾不上了。另外窝里头有时候会有残存的羽毛或者燕粪，拿软刷轻轻扫2下就够，千万别拿硬物碰。我记住了，贴壁切不沾水，轻拿轻放。那咱们就开干！哇！动作轻一点，要是有没飞走的燕子，咱们就换一边先摘。举报奖金佛手螺，现在还有金丝燕窝。姐，咱们这趟赚大了。满脑子就知道钱，这叫劳动成果。行了，少贫2句，收拾东西回去了。大大小小加起来，少说120盏，能卖不少钱嘞。说婶儿，我们这趟弄了好东西，金丝燕窝满满一栋。哟，真的假的？那玩意儿可金贵。低调点，别瞎嚷嚷。姐，你看啥呢？没看啥，走吧。霍真怎么连个人影都没见？难道出事了？玉州，回来了，累坏了吧？妈给你炖了汤，趁热喝。妈，霍真呢？今天没过来。是啊，姐夫呢？平常接我姐的时候，他最积极了。霍真啊，我听说好像是集团那边出了点事儿。出什么事了？好像是什么项目出了岔子。姐，你去哪儿啊？汤，去找你姐夫。霍总，听说你最近挺忙的，那批东南亚的货折了，损失不小吧？赵总消息倒是灵通啊，咱们霍总现在路子广得很，不光做生意，还跟些破打鱼的混在一块儿，真是什么档次的局都凑得进去啊！怎么着，霍总，生意不好做，准备改行搞水产了？我霍氏集团不过是丢了批货，就能让诸位落井下石，丑态毕露，也算是开了眼。东南亚那批货可是你们霍氏集团压箱底的宝贝，现在丢了，我看你拿什么来补？就是，
下个月拍卖会，你们霍氏不会拿几条鱼上去摆吧？货的事我自会查清楚，不劳费心。至于我跟谁来往，那是我的事。现在逞强没用，到时候拿不出好东西，你们霍氏集团100年来的信誉可就毁了。谁说他没货的？周周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的。这位就是那个打鱼的吧？怎么今天不用出海啊？苏小姐还不知道吧？霍氏东南亚的货被人劫了，下个月拍卖会的拍品到现在还没着落。就是，苏小姐，你要是真想帮忙，不如回去多打几网鱼，好歹能帮霍征补贴补贴。说完了。霍氏下个月拍卖会的拍品会比东南亚那批强100倍。苏小姐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知道霍氏拍卖会的规格吗？来的买家非富即贵，压轴的货低于8位数都不好意思上拍，你拿什么保证？拿你渔船上那些……拿什么保证是我的事。赵总与其操心霍氏的货，不如多操心操心自己。前几天新闻报道，你上个月拍回去的那批原石，切开全是狗屎，赔了不少吧？还有你们2位。手里的那个珠宝专柜都要保不住了，还有闲工夫操心别人。各位，霍氏集团下个月的拍卖会会照常进行，欢迎各位来捧场。我们走。霍氏风光的时候一个个往上贴，现在出了事儿，全等着看笑话，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怎么了？周周，谢谢你。这就感动了？我还没放大招呢。开车，带你去看看我这次弄回来的好东西。这是巨型乌贼？别急，还有。怎么样？够不够给你撑场子？巨型乌贼、金丝燕窝、佛手螺，每一件都是稀世珍品。霍征，我有个主意，不知道行不行得通？你说。既然你东南亚的渠道出了问题，不如咱们联手干一票大的。你想怎么做？我出这些海洋珍宝，你出平台和资源，咱们不按常规拍卖走，搞一个拍卖博物馆。拍卖博物馆？没错，用博物馆级别的展陈方式，把每一件拍品当成艺术品来呈现。比如这乌贼，放在专门的活体展区，买家不仅是来举牌的，更是来看一场海洋珍品展。把拍卖做成文化事件，买家冲着名气来，溢价空间至少翻3倍，可行？真的？那咱们就开整。周周，这批货不只是帮霍氏救场，是把整个拍卖会的规格往上抬了一个档次，你帮了我大忙。别着急谢，事情还没成呢。展厅设计、冷链运输、媒体宣传，一堆事儿等着干。而且我也正愁找不到靠谱的买家。就这些宝贝，你还愁找不到卖家？放心吧，你把东西准备好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妈，我和霍昭想要拍卖博物馆，你怎么看？拍卖博物馆，楠楠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万一弄砸了，这责任咱担得起吗？你妈说的对，霍家家大业大，但咱们就是普通百姓，真要出了岔子。爸妈，霍征那边都安排好了，我只要把货备齐就行。你们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没错，我信我姐。吃你的饭。妈，你就让他干吧。你想想，我姐出海哪回空过手？哪回不是把船装得满满当当回来？姐，我挺你。行吧，你决定了的事儿，我们也拦不住。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。对，家里不拖你后腿，有什么能帮忙，你尽管说。爸，拍卖会前我还得再出一趟海。行，我去通知大伙儿。姐，鱼仓快塞不下了。塞不下也得塞。闺女，够了吧？这批货够交好几批单了。爸，这趟不光要海货。拍卖博物馆压轴的场子，光靠鱼虾蟹可撑不住，得找点别人找不到的东西。
南靠。东南，那边水可不浅。就是那儿，下面有东西。找到你了，姐，你又看到啥了？当然是好东西。女王凤凰螺和白蝶贝，全是产珍珠的宝贝，下面全是凤凰螺和白蝶贝，铺了一地。凤凰螺，那东西可稀罕，好多年没在近海见过了。白蝶贝更是金贵，产的珍珠又大又圆，市面上论颗卖啊！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捞啊！慢着，这两样东西壳薄，普通拖网一碰就碎，得换特制网兜，轻拿轻放，一只一只来。来几个人，和我一起下去。姐，这贝里头真有珍珠吗？有没有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尺寸，少说也有15、16毫米。姐，这一颗得值多少？市面上这个尺寸的白蝶珍珠，一颗至少5位数。凤凰螺里也有，这种螺产的珍珠是粉色的，比白蝶珍珠还稀罕。我的天，这一甲板的螺和贝能开多少颗啊？有了这批珍珠，也算能给拍卖会加点彩头。那是什么？底下还有东西。底下还有东西，我下去看看。又下去？我们才刚上来。这是巨型砗磲。妈呀，这下要发大财了！快来人，底下有只巨无霸！巨无霸什么东西？砗磲，壳长至少2米，壳缝里还透光，里头绝对有东西。2米，姐，那不得好几百斤？所以得想办法弄上来。拍卖会压轴就靠这玩意儿了。这东西不能用绞盘硬拉，瓷绿壳虽然厚，但边角脆，硬拉一颗一个豁口，只能用吊带从底部兜住，配合潮水慢慢往上提。老赵说的对，可这水深，下水固定吊带不容易。还有潮水不等人，我看了一下，涨潮的最佳窗口不到2小时，过了这个点，潮水一退，水流一变，再想钓就难了。那就赶紧的。姐，我跟爸下去固定吊带，你在上面休息会儿。小心点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不行，水底泥沙太软，吊带根本挂不住。能见度太差，看不清受力点，硬穿怕伤到壳。我下去。你才刚上来。赵叔，他们看不清，我看得清。
我的天，真弄上来了！2米长的砗磲，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见。运州丫头，这巨型砗磲怕是在海底躺了上百年了，壳缝里头的光不简单。拍卖会的压轴宝贝有了。终于回来了。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。这是砗磲。姐夫，不光有砗磲，还有珍珠，开了好几10颗。周周，你每一次都能刷新我的认知。行了，货都在这儿了，剩下的交给你。把货全部转运到展厅，恒温箱、安保、冷链车按最高规格来。感谢各位莅临霍氏海洋珍宝拍卖转。本次展会由霍征和苏运舟小姐联手呈现，每一件拍品都是苏小姐亲自带队从公海深处带回来的。没有东南亚的那批高级，哼，我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。话不多说，请各位观展。首先，请看第一组展品。品相不错，都是上等虾货。老赵，还真被你说对了，霍氏现在就只能拿这些鱼虾来糊弄糊弄了。等这场拍卖会一过，霍氏的名声也就到头了。深海采矿的独家合作，非你老赵莫属。接下来，请各位看这边。哦，金丝燕窝这么多，品相还全是顶级的。这批燕窝要是上拍，价格绝对破纪录。诸位，更震撼的还在后头。活的，这么大的乌贼，竟然是活的！快拍，这画面太震撼了！感谢各位的热情，展示环节到此结束，接下来进入正式拍卖，有请拍卖师。拍卖正式开始，第一件拍品极品金丝燕窝，一共120盏，分6组上拍，每组起拍价200万、250万、300万、350万。各位贵宾，接下来是本次拍卖展的压轴拍品。各位，最后一件拍品是我在海底亲手捞上来的，它在海底沉睡了上百年，今天总算能见见光了。这么大的砗磲，我这辈子头一回见。壳缝里还在发光，这里头得是什么成色？巨型砗磲，还是这个规格，仅仅这一个就已经比东南亚那批货还值钱10倍。最后一件压轴拍品，巨型活体砗磲，壳长2.2米，海底沉睡超过100年，起拍价3000万、3500万、4000万、5000万、 8000万。孙氏啊！没想到，还真让他捞出东西来了。 8000万、8000万，还有没有加价？巨型活体砗磲，8000万成交。各位，先别急着鼓掌。霍氏100年基业靠的是什么？是珠宝。霍老爷子当年一块翡翠原石打下江山，圈里谁不认？如今霍总放着珠宝不做，弄一堆海鲜贝壳上来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就是，我们是来拍珠宝的，不是来看水产的。霍总要是拿不出像样的珠宝，这招牌往后还怎么挂？钱总，有话直说。深海采矿的项目，霍氏和我都在接触，但合同只有一份。
既然今天你摆出这么多贝壳海魔，不如就按珠宝圈的老规矩来，当场开贝赌注，谁开出来的珍珠品级更高，深海采矿的独家合同就归谁。霍总，敢不敢赌？赌注？这可是硬碰硬的真功夫。赵总跑了20年南洋，圈里赌注的可没几个能赢他。姐妹儿，我可是开了透视眼的，敢跟我赌注，那不就是上赶着送人头？好啊，我陪你赌。赌注规则如下：双方各选1只贝，现场开取，由本人与2位同行共同鉴定，从直径、光泽、圆度、颜色4项综合评分，胜者获得深海采矿独家合作合同。我在南洋跑了20年，过手的珍珠贝没有10万也有8万，跟我赌注，不自量力。这只。直径16毫米，正圆无瑕南洋金珠。16毫米的金珠，这品相市面上根本见不着。赵总不愧是圈里公认的赌注高手，这一手谁能比？霍总，到你们了。别紧张，就算输了也没关系，一份合同而已。什么合同？那是我给自己赢的嫁妆。我真的能看透其他东西，上次在岛上的果然不是错觉。异能确实进化了，离开海面我也能用透视。就是它了。凤凰螺，苏小姐，你到底懂不懂行？这种螺出珠率1/1000都不到，你拿这个跟赵总的南洋金珠比，果然只是个打鱼的，连挑贝的基本功都没有。这螺个头又小，壳色也暗，一看就是砸手里的货。苏小姐，要不换一只？现在还来得及。苏小姐，赌注可不是撒网，不是随便捞一兜上来就能蒙对的。你要是现在认输，合同的事儿咱们还可以再商量。不换，就开这只。这是火焰纹海螺珠。直径28毫米，正圆无瑕，火焰纹完美，这是100年难遇的火焰纹海螺珠。28毫米的海螺珠，火焰纹还是活的，这比南洋金珠细看100倍不止！快拍快拍，这可是今年珠宝圈最大的新闻！无论尺寸、色泽、稀有度，全部碾压式胜出，胜方苏运周小姐。愿赌服输，这份深海采矿独家合作合同归你了。说好了。姐，你上热搜了，第一，热搜第一！什么热搜？嚷嚷啥呢？妈，你看，我姐昨天赌注赢了，全网都在刷，说海王苏运周赌注封神。这么多字儿，说的都是咱家周周。爸，这还用问？你闺女现在是名人了。28毫米海螺珠能不炸吗？苏老板，我是李氏集团的，昨天看了您的新闻，我们酒店想跟您签长期供货合同，量越大越好。
苏小姐您好，我是财经周刊的记者，想约您做个专访。小姐您好，我是从早上到现在，你这手机就没停过，照着架势，咱家迟早得专门给你配个秘书。云州丫头，不好了！张叔，怎么了？村里来了一大群人，戴着安全帽，还扛着测量仪器的，浩浩荡荡好几十号，不知道干啥的，你快去看看。运州，你就是苏运州苏小姐吧？是我，你们是？苏小姐你好，我是滨海文旅开发集团的负责人。上次你在拍卖上开出的那颗火焰文海螺珠，圈里都传疯了啊！托你的福，望海怡这个名字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。所以你们是来追星的？也算是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集团研究了望海岛的海洋资源和地理条件，决定在这里投资开发一个旅游度假区。苏小姐，你看，这是初步规划图。旅游度假区？苏小姐，你看，这是初步规划图。这画的是咱们那片礁石滩，我怎么瞅着这么不像呢？这看起来也太大太豪华了。这里规划成赶海体验区，这边是民宿群，另外码头要扩建，还要建一个海洋科普馆。开发旅游区不是件小事儿，毕竟望海岛是大家的。周周，你看，村民可以入股分红，也可以自营民宿和餐饮。当然，开发期间统一安置，工期大约1年。开发，说的好听，到时候岛还是咱们的岛吗？住了几十年没出过事儿，一开发准乱套。就是，祖祖辈辈的地，凭啥外人来指手画脚？婶儿，说，人家是来帮咱们赚钱的，又不是来拆家的。你一个小屁孩懂什么？我倒是觉得开发是好事儿，毕竟人都得往前看。赵叔说的对，张婶担心的也对。但我想问大家一句，这些年咱们守着这片海，日子越过越好了吗？开发不是把岛卖了，是让外面的人走进来，游客来了，咱们的海货能卖出好价钱，孩子们就不用背井离乡打工，在家门口就能端起饭碗。望海屿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我比谁都在乎它变成什么样。可是，我相信周周，要不是他，我连个禁渔期都挺不过去。我也相信周周，我老吴赶了快50年的海，这丫头的本事，我信得过。我也信周周，还有我。谢谢大家。大家放心，有问题尽管提，我们一定尽力帮大家解决。运州啊，开发是大事儿，弄好了全村谢你，弄不好，全村骂你一辈子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妈，只靠卖海货是没办法发展起来的。望海屿要想进步，就得跟外界接轨，跟上时代的节奏，不能咱们守着宝山还穷一辈子。我姐说的对，她干什么我都支持。爸也相信你。明天我去跟村里人说说，大伙儿也是心里没底。妈，你最好啦！大伙上次提的问题，公司都做了答复。交通问题由我们修路，从镇口到码头全程硬化，房屋改造统一规划，风格保留渔村特色，不会搞成洋不洋土不土的。村民入股的条款也全部写在合同里，白纸黑字，跑不了。吴伯，你看这上面写的入股分红，每年保底，是不是每年都有钱拿呀？是这意思，1年钱还不少嘞。这文件我签了，我信我闺女，望海屿这地方也该变变了。我也相信运州，咱们不能当拖后腿的老顽固啊！姐，你看那边，以后我要在那儿开个烧烤店。
招牌都想好了，就叫井号鱿鱼摊儿。姐，你想啥呢？我在想，这个选择到底对不对？万一干砸了，连累的是全村人。姐，你记不记得上次村民大会你说了什么？你说望海州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，你比谁都在乎。现在你做的每一件事，不都是为了让这儿变得更好吗？那还有啥好犹豫的？再说了，就算真砸了，大不了我烤鱿鱼养你。你先把你的鱿鱼摊开起来说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，顺便散散步。慢点儿。没事。我听说你带村民签下了海望州的开发合同，第一次独挑大梁，会紧张吗？说不紧张是假的，全村人的指望都压在我身上，我也怕思虑不周，把大家的事儿搞砸了。可是大家真的需要一个走出小岛，过上更好生活的机会。会成功的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从认识你到现在，你搞砸过什么事儿？好像还真没有。怎么了？你这是？从我见到你第一眼开始，就认定你了。不管是你穿着蓝色礼服在拍卖会上大杀四方，耀眼的像个女王的时候，还是之后我们一起闯公海，你扔炸弹营救虎鲸，带着所有人躲避海上风暴，甚至是前几天你还为霍氏打造出100年历史里独一无二的拍卖博物馆。苏运州，你让我笃定，这世上几乎没有你办不成的事。干嘛？快起来！你不止一次救过我，我从来不知道该拿什么报答你。思来想去，我只能奉上整个霍氏集团，再赔上我自己，以身相许。周周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霍老板，一旦买定，可就没得退货了。不退，一辈子都不退。还真有点不习惯。多待几天就习惯了。对了，我想去看看那只乌贼，这段时间都在忙开发的事情，都把它给忘了。好。你说这种深海里的东西困在这么小的水舱里，合适吗？都没有活动的空间，多憋屈啊！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就给它放了。可他身上的伤还没好完算，再等等吧。这是消炎的，别躲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味道，忍一忍。他好像知道你是为他好的。走吧。这看着怎么像？小浩，你蹲那儿干啥呢？工人要下班锁门了，赶紧出来！来了来了！姐，你快看，牌子刻好了。我早上全程盯着师傅收尾，最后一个字落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比当初的规划图还要气派太多。是不错，字体选得好，清晰醒目，看着大气，配上这个木头的颜色和整个景区的风格搭在一起很和谐。那可不，赵叔说了，这牌坊以后就是望海域的门面，游客一来第一眼就看见这个。运州丫头，你来看，这边铺了木栈道，游客不用踩一身泥就能看清滩地上的东西。那边搭了遮阳棚，回头再摆几部长椅，大人坐着看小孩下去翻石头。赵叔，这地方整得不错。那可不，咱要让城里娃开开眼，看看真正的海是啥样的。妈，你快过来看，这只章鱼身上有好好看的花纹，太可
运州，这是怎么了？那是蓝环章鱼，剧毒，咬一口几10分钟就没命了。还真是，你这小孩怎么什么都抓？小朋友，以后在海边看到不认识的东西，千万别用手去抓，知道吗？看来光修体验区还不够，得立个牌子，什么能捡，什么不能捡，画上图片印清楚。不光立牌子，还得安排人教。内陆来的人不认识海货，什么都往桶里装，太危险了。爸爸，这里好漂亮啊！别急别急，都有。你们看，他背上的壳不是他自己的，是捡来的房子，每长大一点就得换一间。那他没有自己的房子吗？没有，他得去找合适的、大小刚好的，搬进去住一阵子，住不下了再换一间。跟我搬家一样。姐，救命！你下来干什么？我不来体验一下赶海，怎么知道游客什么感受？这是沉浸式体验。苏老师，这滩台上密密麻麻这么多小洞，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呀是沙蟹的窝，你们看，小洞是透气孔，大洞才是正门。哇！真的出来了，好小一只。它比你们还怕生呢。苏运州，我过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老婆操办的度假村开业，我不得过来撑撑场子。苏老师，你咋认识这么多海洋生物？我们看啥都差不多，你一眼就能叫出名。看多了就知道了。小时候天天泡在这片滩头上，什么东西长什么样，什么东西有毒，什么东西能捡，都是被咬出来的经验。你们苏老师可是望海鱼的海王。不过说真的，赶海最重要的不是捡多少东西回去，是看明白了这片海长什么样，下回再来的时候，海还是活的。今天开心了？开心。你看那些小孩蹲在滩树上找东西的样子，跟小时候的我一样的，也是提个小桶翻石头找螃蟹，一晃就一下午。我小时候没见过海，第一次看你发来的海底视频，才知道下面长那样。以前光想着捞东西卖钱，没想过别的。现在看着这么多人来看海玩海，突然觉得让大家都知道每片海底下住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也挺好。怎么了？不对劲，这海水怎么涨这么快？明天婚礼就在这片沙滩上办，万一潮水涨上……潮水涨多高我都在，明天就是站水里，我也把戒指给你戴上。霍老板可得说话算话。当然。干啥呢？坐好，快来了！新娘来了。你妈昨晚上一宿没睡着，翻来覆去念叨你小时候的事儿。她念叨什么了？念叨你3岁就敢往海里跑，5岁就蹲在礁石上掰牡蛎，说你这丫头从小就野，没人管得住。现在好了，总算有人管你了。爸，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？姐，你怎么就嫁人了？你干嘛呢？舍不得我姐吗？以后谁带我出海，谁带我捡螺，谁带我发财。行了行了，你姐嫁人了也还在望海州，哭啥？那不一样。
你今天真好看。我哪天不好看？哪天都好看。运州，你的事儿我都知道。从你把那块翡翠原石抱到海景，到赌珠赢下合同，再到现在把这个度假区建起来，桩桩件件我都看在眼里。霍征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你就是能和他一起并肩走下去的人。谢谢爷爷。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？好，下面就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请新人交换戒指。赵叔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嗡嗡的，像什么东西在水底下喘气。没有啊，不就是海浪声吗？不对，不是海浪，比海浪沉，像什么大东西在翻身。哎呦，涨潮了！这个时候涨潮了！潮怎么涨这么快？刚才还好好的。不对劲儿，这是风潮！运州，快走，水都漫过来了！乌贼，好大的乌贼！快跑啊！运州，后退，别朝前，这东西不是开玩笑的。赵叔，他没恶意。啥？出逃半年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他怎么不动啊？就搁那飘着。不知道，别出声。云州，靠后一点。他跟之前不一样了，你的伤都好透了。姐，你跟他真能说话呀？动了动了，他要干嘛？我去，这鱿鱼成精了吧？这么大的海螺珠，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见。这是海里的朋友来给你送贺礼了。走吧，回你的深海去。还有东西，比那只乌贼还要大。我的妈呀！我操，是座头鲸！大家都往后退！救命！等等，这是彩色的光圈。